看看现在美日韩是不是三方更加紧密了呢？看起来是的，因为他们要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跟俄罗斯哦。那这个所谓的这个三方的领袖大会谈，18号会在大卫营哦。那谈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轴会是什么呢？不具名的官员讲哦，虽然不太可能达成三国承诺共同防御协议，可是会有设一个紧急热线，三方可以通话的哦。如果发生危机，可以进行沟通，而且呢，包括维护台海和平也会纳进去他们的联合声明哦。台湾已经变成了这3个国家的会谈的重中之重了哦，这3大巨头。而另外呢，大陆那当然哦，包括他们的这个国防部部长哦，马不停蹄的在拜会。这一次他跑去俄罗斯访问哦，那这个李尚福他特别讲，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的干涉。如果有人要以台制华，将会以失败告终哦。他不断的在强调这件事情。不过除此之外，李尚福访莫斯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能也会谈，这是月球基地的合作计划。中俄之间，我们看到的是 Political 他的报道，他说北京希望跟莫斯科一起在2030年建立月球基地的计划李尚福密切关注俄罗斯月球25号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所以人家已经上太空啦，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中国大陆、美国还有俄罗斯的军备的情形，他们都是现今地球上面的军事强国，美国是 No.1， 可是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警讯呢？包括您可以看到海军作战部长退休了退役了，包括美国的陆战队司令也退役了，还有稍早之前的陆军参谋长也退役了所以现在您看到包括这个美国海军、陆军、陆战队现在是历史上少见的都没有领导人，怎么会这样？都没有 leader 了这个感觉是一个空窗期呀。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就说，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破坏美国的战备的状态。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呢，它当然一方面也在海外有一些增强，因为美国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美军基地嘛，中国大陆好像也往这个方向走了吗？包括您看到中国援建柬埔寨的云壤军港，现在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完工了。美国就提出了最新的报告，他说5年之内中国大陆会再设8座海军的这个海外的基地这是美国的援助数据研究报告。他说，不光只是在柬埔寨，未来5年，中国会在斯里兰卡、喀麦隆、巴基斯坦等8个地点设立海外的海军基地美国都在密切的关注中。而另外，我们谈了好几个礼拜的仁爱礁角力在南海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他怎么说？这是中国的腾讯网，他说我国在仁爱礁并不被动，讲的是中国大陆。他说他们在南海摊牌比在台海摊牌对他们更有利，意思就是说台海摊牌这个没有很有利，可是南海摊牌感觉比较有利，是这样吗？包括你看菲律宾现在杠上了中国，有菲律宾的参议员他提案了，他说那这样好了，我们去南海的仁爱暗沙，我们干脆就这样建住宿设施一不做二不休，我们把它盖起来有人可以住上去干脆1亿名算了那这个参议员就提案说要斥资大概新台币的5000多万元，然后在这边盖住宿的设施、大楼等等那现在呢，其实因为菲律宾的船舰还向这个仁爱礁来补给嘛，那中国大陆就譬如说之前是用水柱来驱赶可是2国的军力差很大，所以菲律宾就向国际来求助那未来会跟美国、澳洲展开联合军演，这是菲律宾宣布的，将在吕宋岛的丹路市和巴拉望岛和澳洲启动第1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这一次的人数将会超过2000名的人员参与演习，包括700名的菲律宾军人，还有150名的美国步兵。中国的军事评论家就说，艾班尼斯经过长时间的修补，这是澳洲的总理，中澳的2国关系才慢慢的好转。如果为了菲律宾跟中国撕破脸，他们评估几率并不大。
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最新的国安政策是什么？来自上报的报道，菲律宾视台海冲突为重大风险，可能涌入难民潮。讲的是以菲律宾的视角来看，万一台海发生冲突啊，他们会认为台湾跟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很接近嘛。而且现在有超过15万的菲律宾人在台湾，所以这些人有可能会涌入菲律宾吗？是难民潮吗？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对岸的东风27狂飙数千公尺，摧毁南海的靶船，这是他们展现他们的军事这个实力啊。这是美国的军事专家的点评，他说东风27可能是射程5000到8000公里的中远程武器，而且是高超音速的版本，而且可能已经存在多年了。军备的竞赛还在进行中。来，先请教蔡博士怎么看？包括中俄反制美日韩。先说美国现在军队的人数啊，被美国参议院杯葛啊，没有通过的已经超过300人，不只是你们所讲的陆军、海军、陆战队，已经超过300人。那原因在哪里呢？杯葛他的是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啊，叫做这个 Tuberville 这位先生啊，他用个理由杯葛的。他说：“你美国的军队里面竟然提供给军人啊堕胎补助，然后因为他是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啊，相对这个问题非常的保守，可是他又是军事委员会里边老将啊，大家都比较配合他一点，所以卡在这里的话这有点怪就是堕胎政策，那你军队这么积极的这个提供这种服务，然后就造成这样的一个政策引导到军队的人数，这个国防部长生气也没用啊，因为问题不是军事问题，不是人事好不好问题，所以这一位海军的这些提名人也是要用代理的名义啊，所以变成美军现在有300个位置，通通在代理，是空的代理的，对，都是中上将级的所以我是觉得美国这个问题是很伤脑筋啦不过应该是慢慢来处理啦，也没办法。至于所谓的美日韩因为其实拜登只有个用意啊，要不断的加强日韩之间的关系。他知道美日韩是一个三角，韩国听美国，日本听美国的，可是日本跟韩国老是处不来，有矛盾。要趁着这个最亲美的尹锡悦还在任的时候，要把这个基础打下来。这个美日韩的一个同盟，有人说变成小北约啊等等啊，它其实是符合拜登的策略，他要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不断的去发表声明啦，造成一个台海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的一个角色。那这样跟中国大陆所谓的这个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不容他国干涉的立场啊，形成一个对峙。这个战略在目前看起来，它还在积极的进行当中了。中国当然也没有闲着了，他也是往北跟俄罗斯，他不可能结盟，可是基本上两个的这军舰啊、军机已经是你侬我侬，相互伴飞所以这个状况也会使得中俄之间在北太平洋部分会更加的紧张。这一点可能美国人的如意算盘不可能那么顺啊。这个仁爱礁的问题这个。其实菲律宾没有任何优势，为什么？因为仁爱礁刚好在仙宾礁跟这个美济礁中间，那本来这3个都是中国大陆控制的，结果他们趁黑夜把中间那个岛给占了中国大陆是很客气啦，要不然的话很简单，就把上面7、8个菲律宾军人就给带走了，那一条船就形成空。可是也是顾及到中菲之间的情绪上的处理可是你美国要靠这个东西来弄，我是觉得有难度了有难度，有难度。是，来请教赖老师。我们如果观察美国跟外国的军事联盟你会发现美国跟白人有多边的军事联盟关系，像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啦，或者是像这个五眼联盟啦，都是安格鲁萨克逊组的，或者是 AUKUS 啦，也是但是呢，它跟亚洲的国家那你就会发现它的军事联盟的组织就没有了。它都是双边的美韩的双边的，美日双边的美菲双边的，都是双边的军事组织，甚至跟美泰也都是双边的。那他现在想把这个日本、韩国拉在一起，可是他有困难。那有困难，他变成要退而求其次，说那我们就来一个美日韩的联合军演，
而不要说美韩联合军演、美日联合军演，但是没有办法把日韩跟它连在一起。不过这个看起来，我的估计还是有困难。为什么？因为你联合军演就要有假想敌。那如果说你假想敌是以朝鲜、以北韩为假想敌的话，这个等于是对日本来说，他就觉得没有那么迫切感啊，因为朝鲜对日本本土的直接威胁并不存在，而在朝鲜那边还有日本的人质在里面。那如果说今天以这个俄国为主要假想敌，或是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的话，那对于韩国来说，你就直接跟中国为敌了。那这个对于韩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跟朝鲜的关系都会产生变化，所以它就是难在这个上面。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当大卫营要处理美日韩的军事的关系要再往上走一台阶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军事合作的关系也在往上走一台阶。这次又把白俄罗斯拉进来，而在莫斯科的这个峰会里面，越南啦、伊朗啦等上海合作组织的防长也都去了，彼此之间有一说会谈，这样的情形又让美国的国务院感觉到更大的忧虑了。也就是说，美国、日本、韩国所作所为，会促成了中国跟这个欧洲，就是中亚的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再往上拉。那这个美国又不愿意见到中俄的关系跟跟白俄又都联合在一起，那你看看这个就是下棋的不够高明。下这个谈这个东西，下那个谈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对美国人来说的话，这个好好的学下棋。是，来，丁哥，我觉得其实韩国现在在某一种程度来讲，跟台湾的处境会有点像，因为如果美日韩准备要共同对抗中国大陆跟北韩的话，那我觉得韩国自己就必须要去考虑到，它跟北韩是直接接壤，北韩的所有传统武器都可以直接打到首尔。那请教一下。也就是说，万一真的发生冲突的话，首尔是第一个完蛋，首尔就它完全逃不掉，任何武器也没有办法防御这种传统火炮的攻击。那请问一下怎么办？韩国最重要的重心工业全毁，那这是韩国承受得起的吗？那你要跟着美国去做这样的事情吗？所以对韩国来讲，再来说，他要保持和平才对他来讲是最上策。可是你现在用这么积极的手段，那你又明知道你的对手金正恩已经被逼到墙角了。那这时候，你如果再继续去逼迫他，会发生什么事？你们自己都没有去考虑到这种状况吗？那中俄现在开始准备要进一步的联手，除了在军事上面，甚至在太空发展上面也要联手。俄罗斯的月球25号，8月21号可能要登陆月球南极，那它比印度那一艘晚发射，可是比印度早登陆。那当然这个技术不太一样，那可是为什么要登陆南极？因为那边有水。因为有水资源的话，将来人类就可以在那边建立基地，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不是说俄罗斯被经济制裁到快破产了吗？他有能力搞这个东西，还发射，所以这代表什么？其实这个本来是在乌俄战争之前就要发射，可是因为有一些零件被欧洲卡住了，所以经过这2年的时间，俄罗斯人自己弄出来了，然后让它射出去了。所以这个表示你根本卡不住俄罗斯嘛，所以你们宣传的这一些制裁全部都是假的嘛。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嘛，你们现在说中国大陆经济快完蛋，这几天不是一直在讲中国大陆经济快完了吗？然后你会告诉我说，他5年之内会在海外建8座基地，你们不觉得逻辑不通吗？他如果已经穷到快破产了，他为什么有闲钱，这个闲的没事干在海外到处建基地？你们都不觉得你们的逻辑非常奇怪吗？所以我觉得西方的说法很多时候真的是随便听听。来关心夏威夷的野火，现在已经造成106人丧命。只有5个人的身份可以获得确认，那就表示现场很惨都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州长就说死亡的人数还会再大幅上升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拜登他向每一位灾民发出了$700的补贴，可是这$700大约台币2万元，很多人说这是侮辱性的，因为非常的少。美国的评论员还说，你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130亿的援助，可是对自己的国民一个人现在发$700，这是什么意思呢？而另外我们看到拜登因为在度假嘛，夏威夷大火的时候他也持续度假，所以引发了一些批评。拜登也为自己的这个度假来这个缓颊来有一个说法他说我会尽快去勘灾我一直都跟夏威夷州的州长有在联系。
所以呢，这个中间夏威夷州州长非常的忙碌，我也不想要妨害他，等过一段时间，我就会过去灾区了。而另外呢，包括罹难人数往上加，拜登对夏威夷的野火漠不关心吗？川普逮到机会大批特批，他说这是史上最无能的总统，史上最烂的总统。而包括我们看到夏威夷大火烧出了很多的问题，美国还是世界最强的国家吗？我们看到灾区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包括好心人把物资运过去之后，刚刚落地就被抢了。趁火打劫耶！这个过去我们可能在比较落后或第三世界国家才看得到的景象，没有想到发生在进步的美国的国土上面。而包括这个直接的大火损失已经超过了75亿美元，遗体碳化一碰就散，这个实在是很让人伤心的事啊。茂宜岛的警长就说了，当你脱下衣服，上头的粉尘不是灰烬，是我们的至亲所爱，因为遗体已经化成灰了，它散布在空气中，实在是太惨了。观众朋友，我们看到居民拍到关键的画面，现在恶火的噪音啊，直指当地的木质电线杆是不是突然故障哦？所以有人拍下这一段画面，这个电线杆突然冒出闪光，火花四溅，落到底下干燥的草地，引发了火焰。所以现在有人就怀疑是这个原因啊。那夏威夷的电力公司的股价就开始暴跌了。另外，我们看到包括美国现在的经济。因为这个叶伦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在月初的时候，这件事情在7月初的时候，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对美国的国债起了一些作用呢？我们先来看看叶伦最近接受 CNN 的访问，他们锁定在叶伦访问北京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吃了云南菜吗？那个云南菜里面有4份是这个剑手青，一种牛肝菌，这种牛肝菌如果你烹调不合宜的话，会让吃的人产生头晕、呕吐，还有幻觉。所以 CNN 的主播就问叶伦说：“部长你去那里吃这个炒剑手青，有没有发生幻觉啊？”叶伦就回答说：“没有啊，很好吃啊，所有的人都吃下去，有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这当然只是一个这个引子而已。重点是这一次中国在叶伦访问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到底还有没有在减持美债呢？至少6月份他们还减少了美债的113亿元总额写下了14年的新低所以看起来中国没有想要帮助美国解决他们的国债，而另外美中两国还在叠对叠。我们看到中国的国安部他发布了一个讯息，他说有退休的干部打算组成敢死队，要发动中国班加西工程，要颠覆中国的政权这个时间点是回溯到2016年，他们发现云南省某校的退休的这个所谓的干部主动联系国外的敌对组织，策划招募敢死队，要密谋暴力颠覆国家政权。但是后来被捕了所以大家就想说，哇，这个有人要颠覆中国大陆的政权吗？我们回想到这个半个多世纪前，1950年，这个美国的 CIA。向总统杜鲁门当时的总统提出白纸方案，支援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礼弥部队由云南进攻中国，以牵制解放军，缓解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压力，获得批准如果从云南有人从外部勾结势力，是不是有可能一举把中国大陆的政权给推翻了呢？包括中国也说破获 CIA 的间谍案，军工集团的人员向美方提供核心情报。两国的间谍现在看起来活动得很密切啊！来，博士，夏威夷这场恶火应该是美国近年来最大的灾难之一。虽然说目前只知道有106人丧命，可是失踪的人数到昨天为止高达1200名。这个失踪的状况应该是凶多吉少，尤其是在这种大火中根本无处逃脱，而且这是个岛啊。你在有没有失踪很容易清查的，你找不到人大概就已经罹难了这么一个灾难拜登还能够很轻松的说我在度假，我在看阳光海滩，骑脚踏车，然后我有随时打电话跟州长，我不去看灾是因为我害怕干扰到这个州长的这个行程。
你总统的配备多得很，你怎么会干扰到州长的行程呢？那现在夏威夷在救灾面对人力不足，因为夏威夷的国民兵人数是大概美国各州里面最少了，调不来，然后他的船舰也不够，设备也不够。可是问题，你不是号称印太司令部就在夏威夷吗？不是在别的地方可是你总统也没有说要调动军队来救灾啊。看看土耳其地震的时候，以及最近这个大陆的淹水的问题啊，哪一次不是他们最高领导人下令把所有的这个部队的调进去，不管是维持秩序也好，或者是处理救灾的这些基本设施也好，军队都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美军只会去吵那什么堕胎不堕胎的问题，你总统不会管这种事情吗？总统那么好干只是收所得税，其他都可以让州长去做。那换句话说，各司其职，就是我的职就是去休闲，你的职就是去救灾，这怎么说都说不通了。难怪这个川普会重炮轰击嘛，骂得好现在这个而且不第一次，上次在俄亥俄州的那个方面，拜登也装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总统怎么说怎么怪那夏威夷人的这个悲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真的夏威夷电力公司所造成的话，那这个公司就已经破产了嘛但是拜登怎么想到说一个灾民发700块美金呢？这个在美国的这个700块美金呢，在那种灾难地区的物价是不可思议的。那你说会有抢劫的，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些灾民在物资缺乏底下会失控。这个时候你就要有足够的警力，可是问题夏威夷也没有因为一向就是很和平的地方，它的警力不足。那这个时候你说怪他国民兵不贵，你不会从其他地方调国民兵，这是你总统的权利他什么事都不做然后说我怕干扰你，说我不去救灾，那这样以后每一个消防队员如果不同区的话，也跟我去怕干扰你是不是？实在是不对那叶伦最近实在有点迷幻的现象了也不是没有他说我这个中国大陆经济会很差那你看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率有5% 到6% 那美国经济很好了，才1% 到2%。我说这个逻辑因为他是很好的经济学家，怎么当了官了以后他把他的经济学的专业都慢慢的丢掉。中国大陆减持美债我不得客气讲太慢了。如果在去年我一开始喊的时候，你卖掉，全部卖掉，9000亿卖掉，今天买回来大赚3000多亿，那你现在在卖是卖到谷底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我不是说你卖不对，应该是政治含义的，这个时候就没有经济含义。那去年我主要是经济含义为多，政治含义为少了，是很可惜这3000多亿没有赚到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今天生日的赖老师。谢谢，这个很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的祝福也祝大家那个生活都幸福美满好，我回过来讲刚刚郑云兄也讲到美债的问题，我觉得美债因为它是一段时间才会公布具体的执行的情况那已经连3个月，就是4月、5月、6月都还在卖美债。现在我们在观察的重点是在于叶伦去了中国大陆访问完之后，7月份到8月份是不是继续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指标。如果7月份继续在卖，而且卖的数量是越来越大的话，那这代表对叶伦的访中国大陆有意见。那也就是说，你叶伦去大陆访问完了以后，你回来，你对中国大陆的这些设限更多，制裁更多。然后高科技的这个制裁更多，中国大陆的反制继续在进行有关于幻觉的问题我倒觉得叶伦真的是可能有点幻觉。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牛肝菌是好吃的东西而且是昂贵的，所以他点的是贵的东西因为牛肝菌确实是很贵，尤其是新鲜的牛肝菌不容易吃到。那为什么我们会说他可能有幻觉呢？唱衰中国大陆经济的时代是已经几十年了。对那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的韧性，就像美国的经济韧性一样，都是强而有力。因为这2个国家都倒不得，美国倒不得，大陆也倒不得。美国倒了，全世界倒霉；中国大陆倒了，一样，全世界倒霉。所以我们都不要去唱衰他们，因为2个大国都倒不起。我们这些小小的，我们只能够在这个大的
旁边里面来苟延残喘。所以我们希望这2大国都是健康、有力、强稳，购买力特别强大，让我们这些都能够沾一点光。有关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军工企业的发展，确实是突飞猛进。前段时间网络上制造一个谣言，这个谣言就是说，哎呀，这个 F-35把歼20驱逐打败，歼20落荒而逃。结果人家公布的画面是刚好相反，啊，2架歼20把把 F-35把它夹住了。这放出几个讯息，第一个。F-35不是号称是隐形战机吗？是，怎么被发现了呢？第一个，对，因为它是逆中战机嘛，而被中国大陆发现找到。第二个，中国大陆2架歼20跟你较量一下，把你夹的，你自己如果不赶快逃，那就是被慢慢的夹入中国大陆的领土。如果是迫降的话，那这个机密可能就损失大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马上就逃掉。那到底科技谁比较强大，谁比较弱，应该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请教彬哥。我觉得就是这个新闻有点怪，因为看起来好像很耸动，什么叫班加西工程，然后敢死队，好像是一个多大的任务。结果大家仔细看那个新闻哦，他是一个退休干部，他是什么退休干部？是学校的退休干部，不是军方的退休干部。他是一个姓宿的人，然后这个人呢，他就突发奇想，他就说要去找一些人，然后组成敢死队，然后要攻占什么呢？昆明不是市政府，昆明派出所。然后去把这个派出所攻占下来，我不知道这样为什么可以颠覆中国大陆政权。你在非常遥远的昆明的一个派出所就可以把大陆政权推翻吗？那我也跟大家讲，其实中国大陆这种人到处都是，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个，还曾经有称王称帝的都有，你知道都有，然后都被抓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这时候特别要把这个提出来？其实它主要是要凸显，大概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当然一直被美方指控说他在美国啊，在欧洲有一大堆间谍啊。那实际上中国大陆也在告诉大家说，其实跟国内人士跟外国勾串的也不少。他就指控说有外国的敌对组织。对，因为这个人就是去联系外国的组织，他异想天开，以为说联系了外国组织之后就可以去攻占，然后就建立一个政权，然后打垮中共政权。对。可是问题是，你的攻占目标是个派出所，也太奇怪。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呢，绿营民进党唯一的方法、唯一的解方就是围魏救赵吗？我们看看起诉高虹安，对高虹安来做一个这个政治上面，有人说是政治追杀啦那当然在法律上面我们还不知道它的结果跟过程嘛。可是呢，是不是要把这个事情转移其他民进党弊案，或是民进党被这个民众议论的话题的焦点呢？包括徐巧芯就说，他早在7月26号就知道高虹安会被起诉，可是因为云豹小公主她的讨论度现在飙高了嘛，所以民进党就把这一块肉给丢出来，让媒体跟着肉跑就是跟着这个高虹安这个新闻事件跑，那就可以转移这个云豹小公主的相关话题的焦点了。而另外高虹安自己在记者会之后，那当然他说他自己是无辜的嘛那他要自己站清白。可是他发表了一连串的感谢名单这个感谢的人里面有一大半是蓝营的人都是蓝友，包括谁呢当然一开始他有感谢柯主席包括郭台铭可是一大半其他人您看到包括朱立伦、强哥、徐巧芯、侯友宜市长馆长赵少康那是不是蓝营挺他的声量比较高，蓝营挺他的人比较多呢这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蹊跷在里面呢？还有其他的政治的合作的可能性在里面呢？另外
柯文哲他曾经爆料高虹安之外这个郭台铭提给他的名单里他都退货，还郭台铭又拿去其他的党派再兜售一遍。所以呢，必须讲很多人都说高虹安在政治上面有2位老板，柯跟郭，到时候2个人都出来选的话，高虹安到底会站在谁那一边？又或者是高虹安这一次的官司会拖垮哪一方呢？我们先来这个揭露一份民调，明天早上6点钟会这个揭露的民调这是来自于风灿的这个媒体它的民调，它调查时间是8月9号到8月13号。那民调显示，柯文哲的支持度大幅的跌落，并且在20到29岁的年轻选票已经转移给赖清德了，而侯友宜还是第3名。这个调查的这个问卷设计还有顾问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张佑宗教授。我的理解是一半用网络来调查，另外一半是传统的电话民调。好。至少我们现在看到了民调可能在明天之后呢，也会有好几份民调慢慢的揭露了。可是绿营的打法其实都一直稳扎稳打，包括在5月前，因为侯友宜的民调很高，所以绿色的战略是割侯不打柯。6月份柯文哲支持度上扬，那民进党的战略很清楚，绿刺柯不打侯。现在如果以这个风灿的民调来看柯好像似乎有被打下来了所以民进党的策略成功吗？另外包括打高虹安这件事，我们假设他有政治企图啦，是不是2个一起打？就是柯文哲、侯友宜一起打呢？必须他把这个东西天下乌鸦一般黑的 issue 给端出来说，不管蓝绿白啦，绿他自己不会讲他自己，蓝跟白都有黑金啊，跟这个贪腐零距离呀。那另外呢，赖清德此刻还在国外访问，我们看到那个赖办呢，必须讲这个包括他的发言人赵怡翔都在说，这一次赖清德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所以赖清德好棒棒那侯友宜跟柯文哲都婉拒 Bloomberg 的采访，真的有这件事吗？我们也去问了侯跟柯，他们说乱讲，那我这块代志，黄子哲就讲说没有啊。外国媒体的邀访，我们都会列入行程规划中。陈志涵的反应更激烈了，他说莫名其妙，绝非事实。他说彭博社看到报道之后，还跑来问陈志涵这里说，我们排好的采访有生变吗？所以他们两方都指责赵怡翔信口雌黄。不过赵怡翔的这个发言引发争议的还有另外一桩，就是在赖清德访美还有访中南美期间他的形容是赖清德出访是暂停选举，准备执政，将国家放优先位置。他的原文是这样讲的，他说赖清德此次出访形同暂停选举，行程间仅以总统特使与副总统身份进行各项外交安排，选择较低调的方式避开选举联想。大家这个有听懂吗？我是听不太懂啦，怎么会这样子呢？你出访这个都是选举新闻，如果你不是总统的候选人的话，大家会这么注意你吗？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赖副总统，那当然他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出访，我们都希望他可以得到好的规格、好的重视、好的尊重，因为他是代表我们国家他是代表我们国家。我们看到他在巴拉圭巧遇美国的内政部部长哈兰，两个人还交谈了超过1分钟，并且很热情的合照那这个赖清德说哈兰部长亲切的帮我调整徽章。可是过去在外交场合包括上一回他出访的时候，在年初的时候，他跟贺锦丽同框那一幕其实让人看了好生尴尬赖清德副总统用碎步悄悄靠近贺锦丽，这个都有影片的而且贺锦丽在这个脸书贴出照片的时候，其实刚刚好把这个赖清德副总统给切掉了所以在外交场合真的是有时候不见得宣传就可以得分。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Bloomberg 的专访，赖清德有特别强调台湾没有独立路径，不需要另外宣布独立。他的原文是这样讲的，他说台湾没有独立路径，不需要宣布独立。
台湾在宪法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我将延续蔡英文总统以中华民国括号台湾来称呼，不需要另改国名。而另外这个主持人也问了他另外一题说，如果你跟习近平共进晚餐的话，哪道料理可以带来和平？我们的副总统非常直观的回应说，要吃什么食物，这个没有想那么多哈。那可是呢，其实必须讲哦，可能发问的人是想要问他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哦，让两岸带来和平？料理可能只是一个隐喻啊。赖清德副总统是真的误会对方的意思，还是故意要逃避问题呢？我们这边打一个问号。来，先请问彬哥。其实高虹安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就是不管民进党再怎么做辩解，其实整个社会看起来这就是一场政治追杀。高虹安个人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确实有。但是会这么快速吗？然后今天又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陈凯琳短短3个月之内，立刻一审就出来了。老实讲，平常弄个诽谤案都没那么快，结果有一个贪污案，还牵涉到这么多的东西，然后只不过因为他缴还所谓不法所得180万，然后马上就判刑就出来。那这是一审，这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赶快配合选举，先把这个话题结束掉。结束掉之后，让大家不再去打陈凯琳这个话题，所以这样子就赶快一审先出来，2审、3审继续再慢慢再打。那同样的，高虹安也是给人家这种感觉嘛。那你在这个节骨眼，就是在云豹能源的案子炒得火热的时候，你突然之间把这个案子丢出来，检察官其实本来照徐小新的讲法，7月26号就已经要这个就应该可以起诉他，为什么一直要拖到8月中才起诉他？很显然，这个就看起来就是一个政治操作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不管再怎么辩解，你的所作所为就让人家觉得你就是一切都是政治脑，都是以政治在操作。那至于说蓝军的这些人去挺高虹安，我觉得他们主要是认为他是被政治追杀的关系。老实讲，我个人对高虹安他到底到最后会不会有罪，我觉得这是要等待法官去判断的。因为我个人认为，如果以目前所显示的证据来看，他看起来是有一些问题的。那可是呢，对风灿传媒这个民调说，最近这样打了之后，这个20到29岁年轻选票大幅流向赖清德。说真的，我不是那么相信，因为最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赖清德有做什么让年轻人很吸引赖清德那很吸引年轻人的东西吗？我实在看不出来。那柯文哲好，就算被打有一些损失一些选票，会有这么大幅度的转移吗？那当然，我们必须讲，就是因为风灿才刚开始做民调，这个是新出来一个媒体，所以民调要长时间不断的去做之后，根据它的趋势，我们才能做判断。所以一个刚出来的媒体所做了短短几次的民调，恐怕未必能够形成一个相对可靠的一个参考数字了。所以这个东西大家看看就好。那当然，最近柯文哲感觉上好像声势已经起不太上去，甚至有点下滑的迹象。但是我觉得那个恐怕除了民进党用力打他之外，另外一个是因为侯友宜回神了。所以侯友宜回神，因为都是属于在野这个系统、在野阵营的，就变成侯友宜拉起来之后，那柯文哲好像就拉不太上去。所以我觉得在野这边显然呈现一个相对联动的一个状态啊。那可是呢，现在赖清德他居然好意思讲说，哦，他去美国是放下选举，我们暂停选举，暂停你个头啦！这是赵怡翔讲的。对，你从头到尾就是在选举嘛。不然你在干嘛？请问一下，如果你不是为了选举，你现在没事跑到美国去干什么？你干嘛一定要过境美国，然后到巴拉圭？你不可以直飞巴拉圭啊？你不可以从其他地方飞啊？就一定要过境美国吗？你很显然就是为了选举才做这件事嘛。然后不然的话，如果你不是为了选举的话，你为什么要在赶去美国之前先接受彭博访问？这不是为了选举？请问一下是为了什么？那彭博问你也都是选举的问题啊，不然呢？不然你说是什么东西嘛？那只是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什么？很好笑的就是赖清德为了选举，已经把自己所谓过去的台独主张全部都抛开了。实际上，他在2019年跟蔡英文初选的时候，还在那边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还在那边要主张正名制宪。然后这是当时908台湾国人录音录下来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有什么好辩解？那现在为了选举，先假装我没有要台独。可是问题是，你看彭博的主持人为什么从头到尾一直在问他独立跟两岸和平的问题？因为对外国人来讲，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问题嘛。那结果赖清德给人家装死，
人家问你哪一道台湾料理，难道真的是问你要请当阿逼锅还是卤肉饭？当然不是嘛，是问你到底你说要跟习近平坐下来共进晚餐，你怎么样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嘛？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就赖清德其实还蛮老实的，告诉你他根本没办法，他也没有想到。对啊，他根本没想。那你没想就讲出来说你可以让两岸和平，那你不就是鬼扯吗？那基本上就是鬼扯啊，因为你根本没想啊，实际上你也没辙啊。我老实讲，因为赖清德说他完全遵照蔡英文路线，那蔡英文这7年多不就告诉我们说他是没辙吗？因为蔡英文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跟对岸有会谈的空间嘛，根本两岸之间又和平不起来嘛，所以赖清德已经承继了蔡英文，而且他还是比蔡英文更毒的一个台独精孙。你说两岸之间怎么可能会和平呢？所以选择赖清德很标准的就是选择战争。来请教蔡博士，赖清德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啊，他对于台独群众说，我主张台独，然后对于台独群众以外的讲法就稍微调整一下，台湾已经独立了，不需要宣布，不需要宣布独立了。这个论述就民进党里面有一段时间很流行，但是赖清德很少这么讲。但为了选举，他就把它端上来，因为他安抚很多的这个非民台独以外的群众的手法，就是说，你看吧，那这样就不会发生战争啦。我不主张台独啊，因为台湾已经独立啦。那你如果再发生战争的话，就是中国大陆侵略我啊。这个话术基本上就像这个彭博社问他，你的台湾料理是什么？他问你说，你哪一道台湾料理端上台面的时候可以使两岸和平？所以彭博社访问他的标题是 Keep Peace， 你能不能保持那个和平？可是赖清德当然拿不出这一道台湾料理啊，到底是大卤面还是卤肉面还是什么？他拿不出来啊，因为他跟大陆没有对接，他是在讲一个大家都不相信的话。他讲说，这个他想要去中国大陆，这个会不会太跳痛了啊？那好啊，你就告诉中国大陆你要怎么去中国大陆，然后你去中国大陆，两岸就可以和平。那还是说你继续坚持说，这个国号叫中华民国啦，但是台湾已经独立啦，然后而且是两岸互不隶属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不晓得这个套怎么解，越解越奇怪。但是对赖清德来讲，对他来讲，不是现在要去解决两岸问题，他也不认为他有能力解决两岸问题。他要的是说，你们不要再拿台独来打我啦，或者韩冰啊，你不要再拿战争来打我啦。他要的是这个目的啊，他安大家的心啊。我没有要宣布独立，那战争应该不会发生，战争不会发生，你们把票投给我，大家就可以安心。这个是他跟彭博社互动的一个策略。然后在出访美国之前，他接受彭博社专访，然后就不断的放出消息，攻占台湾所有的媒体。国外的媒体报道的事实上不多了，但是在台湾的媒体上这样一操作的时候，他没有付任何广告费啦，所有的平面媒体、这个电子媒体、网络媒体都在报他的新闻。然后这一次出去访问，我觉得赵一翔是不是假装单纯啊？他说：“哎呦，这个是暂停选举，准备执政，你就是在搞选举啊！沿途出去，尤其是你在纽约的那一场演讲，就是全程转播，现在有哪一个候选人演讲有全程转播？不就是你那一场吗？那为什么能全程转播？因为你故弄玄虚，告诉大家说，哎呀，这个可能是闭门的。”结果不是闭门的，告诉他说你不准演讲，就他演讲的，哇，大家都觉得很好奇，看你讲什么啊。几乎每一台都几乎是一播他讲的话，这免费的广告让他赚翻了。至于这个民调当然不否认啦，赖清德仍然是占第一名啦，但是差距也一直稳定在那边，他也没有办法突破。现在好像形成一个僵局，1、2、3名固定化下来。虽然民调略有变动，那是因为跟民调方法有关系啊。以我的经验立委选举跟这个县市长选举用室内电话精准度蛮高的，手机电话没那么高。可是总统选举的话，手机民调的准确度很高，只要你的手机号码来源没有问题的话，因为在4年前我操作过一次嘛，很精准的评估出来了这个韩国瑜的得票率，也就是因为靠手机民调因为手机民调无所谓你要是哪一个区域嘛，已经不是重点了那现在用网络民调我觉得有点怪
因为网络民调的抽样各方面呢，本身当然都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可能还要再看看未来其他民调公布的状况是怎么样。那至于高虹安他有感谢这么多人，其实他列的都是比较有名气的人啦，像我也蛮挺他啦，我名气不大，他就没有讲我。你的名气还不大吗？不大。高虹安像他都没有讲说这个赖教授没有挺他，对不对？我没有挺啊，我是表我们再中私讯立啊。他一下，幽默你一下，幽默一下。私讯一下市长他可能这个漏了一些人，很重要的人来。郑元兄是绝对不能漏的，不，因为他的立场跟态度一直是很明显的，你一直很明确的。好，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说了哈，这个网络的这个民调啊，就是因为这些民调公司都很奇怪，一到选举就蹦出来了啊。坦白说，我还是相信 TVBS 民调，这些民调我真的是不是很相信。不过啊，我提醒一件事啊，找一些台大的教授做背书啊。有风险的，为什么？因为我还记得吴敦义啊，当初有一个假的那个录音的案件，而且那是很大的一个案件，也找了一个台大的语文系的教授，好像外语系还是语文学系的一个教授来做背书，后来被美国的 FBI 联邦调查局证明那是伪造，而且是非常粗糙的伪造，随便一听就知道是假的，还找了台大教授来背书，小心哦。这个我们的朋友们不要上当啊，这点要小心，再小心。好，因为我一向不太相信赖清德拼命打柯文哲，而柯粉竟然弃柯文哲，把票给赖清德，我不相信啊。这个我如果是柯粉的话，我的支持者被这样子攻击、侮辱、抹黑。然后说，我变成幡然悔悟，我去支持抹黑、攻击、侮辱柯文哲的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这不是合逻辑。好，我们再来谈一下啊，赵一翔坦白说，是年轻的政客，但是不能装清纯，也要诚实。为什么？因为赖清德会动用人民这么高的纳税钱，2次要过境美国。那么还把所有的媒体记者团都带过去，不是为了选举？为什么？这个是不要装清纯嘛，一定要实实在在。你清楚，这就是为了选举，就实话实说。我觉得实话实说才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跟考证啊。最后我讲一个，这个彭博社啊，应该是彭博社啊，他的专访是。题目早就给赖清德了，赖清德的团队早就研究这个题目了，怎么可能会听不懂他问的？你要跟习近平吃饭的菜单就是菜单呢？这代表什么？回答不出来就代表他连说跟习近平吃饭都是在炒作，因为他根本没准备好，他也不知道要跟习近平谈什么，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谈，所以他根本没有准备好要当台湾的领导人，怎么跟大陆的习近平如果有机会要对话的时候要怎么谈，他一概不知，根本没有资格当台湾的领导人嘛。最后讲一个，他说没有台独路径，你有台独路线图。为什么说你没有台独路径，但是你有台独的路线图？你先说台独万岁，这是你说的。台独列入民进党党纲，你也有一份。然后再来就是你说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是你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接着你现在要选举总统了，你就假装跟台独保持一个距离，说我不是台独的金孙。你的最后一招就是胜选之后就推台独。其实我觉得韩平讲的没错，他的目的就是推台独，两岸爆发战争。不过我们先来。